第10课，从伤害中重建信仰。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？曾经热爱教会，投入服事，却因为一些人的言语、行为，让你的心灵受伤，甚至开始怀疑，这真的是神的家吗？或许你曾被误解、被排挤，甚至被属灵领袖伤害，最后带着伤痛离开了教会。更令人困惑的是，这些伤害并非来自外邦人，而是来自基督徒，甚至来自你敬重的属灵长辈。如果教会也会伤人，那我还能信仰神吗？这是一个沉重却不得不面对的问题。当我们在教会中受伤，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离开信仰？如果不离开，又该如何面对这些伤害，并重新找到信仰的根基？让我们一起从圣经中寻找答案。1. 如何在受伤后不放弃信仰？ 1. 分辨信仰与人的差别。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，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。哥林多前书3章11节，我们的信仰建立在耶稣基督之上，而不是某个教会、某位牧者或某些基督徒。然而，当我们被教会内的人伤害时，很容易将人的失败与信仰本身混为一谈，甚至认为教会不可信等于神不可信。但事实是，人会跌倒，会失败。教会本质上是由不完美的人组成的群体，不能代表神的完全。淑华因为坚持真理，遭到教会领袖的排挤，甚至在讲台上被点名批评。他的信仰动摇了，觉得神是否也抛弃了他？但当他重新研读圣经，发现耶稣本身也曾被宗教领袖误解，他开始明白信仰的根基是基督而非人。2. 了解神对受伤者的心意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，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，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囚的出监牢。以赛亚书61章1节。神深知我们的伤痛，并且他亲自应许要医治我们。耶稣来到世上，不是为了高高在上的指责人，而是为了寻找和拯救失丧的人。路加福音19章10节。当你感到伤痛时，神并没有离开你，他反而更渴望医治你的心灵，让你重新得力。2. 摆脱对教会的恐惧，重新连结基督的爱。1. 教会是神的家，但不是每个教会都健康。在现实中，不是每个教会都真正活出基督的爱。有些教会可能充满律法主义、权力斗争，甚至利用属灵权柄来操控人。这并不代表所有教会都如此，也不代表神的心意如此。志明因为曾被教会领袖操控，他发誓不再踏进教会一步，但多年后，他透过线上查经与个人祷告，重新感受到神的爱。最终，他找到一间真正尊重圣经教导，以爱为核心的教会，重新建立与肢体的连结。2. 重新学习信任与接纳。有些人受伤后，选择将自己封闭起来，不愿再与任何基督徒来往。然而，这样的防备
可能会让我们错过神为我们预备的属灵伙伴。当然，我们需要智慧的分辨健康的信仰群体，但也不能因一时的伤害而拒绝所有的可能性。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，就把惧怕除去。约翰一书4章18节。3. 真正的教会文化应该是什么样的？一、以爱为核心，而非掌控与律法主义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约翰福音13章35节。真正的教会应当是让人经历基督之爱的地方，而不是让人感到压迫与惧怕的地方。耶稣的教导从未强迫人遵守律法，而是以爱、恩典和真理来吸引人归向他。2. 健康的属灵领袖应当如何带领？彼得前书5章2到3节提醒领袖，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，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，乃是做群羊的榜样。真正的属灵领袖不应该利用权柄来操控信徒，而是应当谦卑服侍，成为信徒的榜样。当我们寻找属灵群体时，可以观察这间教会是否有健康的领袖结构，是否真正实践基督的爱，而不是仅仅遵守外在的规条。结语：从伤害中重新站起来。教会霸凌带来的伤害是真实的，但我们不能让这些伤害夺去我们与神的关系。我们可以选择分辨信仰与人的错误，不让人的失败影响我们对神的信心。相信神渴望医治我们，让我们重新得力。寻找健康的属灵群体，学会重建信任，经历真正的爱。如果你曾因教会的伤害而远离神，请记住，神并没有远离你，他仍然在等待你，带着医治与安慰，邀请你回到他的怀抱。你是否愿意再次打开心，让神的爱来修复你的伤口，带领你进入一个真正健康的信仰生活呢？